这个手机号码确实是张强的，难道这条手机短信也是张强发的？未必，不排除是赵东的计策，目的就是让人以为张强还没死。但是这个短信的内容，反而让我更加确定张强是有可能遭遇不幸了。高处，你看这条短信啊。各位兄弟朋友，张强给您拜年了，恭祝各位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发大财。没有问题啊。对啊。没有问题吗？张强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农村里面，辈分分明，那是很讲究的。这个是个拜年的信息，而且又是群发。你们要知道，他群发的对象不仅仅是他平辈的朋友，应该还有他叔叔辈的长辈啊。他开头的称谓是各位兄弟，这没问题吗？福尔摩斯曾经说过，当你排除所有不可能的时候，剩下的那个，即使再不可思议，也是唯一的可能。所以啊，可以推定，这信息不是张强发的，那么也可以更加能说明，张强不是失踪，是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高处，太厉害了，这都被你想到了。这么长时间了，当年的记录还能找到吗？这些都是长期保存的，只要有过，就一定会有记录。哎，在这儿呢，你们看，张强总共报案了4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赵东等人上门捣乱，张强怕有危险，于是就报了警。其中有一次，双方还闹到了派出所，原因是赵东把张强给打了，而且打得还不轻。我们本想对赵东进行行政拘留，可是张强却说算了，那我们就对赵东进行批评教育。那麻烦你把这份记录给我们打印一份出来。哎，好的。谢谢你啊。啊，不客气。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失踪人张强的手机是不是被你们拿走了？没有。你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日期是张强失踪后的日期，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那么他怎么再有可能去发信息呢？俺知道，你们就是觉得人是俺杀的。你一定要想好了再回答，这个对你很重要。赵东，我看过你的心理测试报告，我相信人不是你杀的。不过目前的状况来看，张强应该已经死亡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以此来洗脱自己的嫌疑，你懂吗？俺真的没杀人，没杀就是没杀。你想想啊，如果张强的死确实跟你没关系，那你有必要替真凶隐瞒吗？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俺真的没杀人。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威胁过张强，说再不还钱就要杀他？没有。您想，现在那欠钱的都跟爷似的，俺哪敢威胁爷呀？来，坐。谢谢。你说你要报案，说吧，有什么事儿？我叫李雨萍，是赵东的女朋友。这是他当年送给我的礼物。听说他被抓了，我怕他来路不明，想把它交给你。你说你从来没有威胁过张强，那派出所的笔录会是假的吗？这能说明什么呀？小东，认识这个吗？
加上这个，你说法官会不会相信你杀人分赃？真的没什么要说的了，那我们就法庭上见了。俺说，俺承认，那天确实见到了张强。上午，俺给张强打电话，让他还钱。张强说当天肯定还给我。下午1点多，他给俺发了一条信息。这小子良心发现了，约咱们去拿钱，有这好事。走。怎么还不来啊？难道咱们又被这小子给忽悠了？俺们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估摸着是被他耍了，于是俺们就走了。俺一开门，门口有一个箱子，俺以为是张强把钱拿过来了，结果一打开，所以，我们看到张强是尸体。俺们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手机当时在张强尸体上吗？没有，俺们把他身上都翻遍了。当时是几点钟？张强给俺发信息是1点多，俺们在服务社又等了1个小时，回到家超不过3点。张强是下午3点发的拜年短信，如果按你所说，那个时候张强已经死了，是谁发的短信呢？真凶呗。真凶把张强给杀了，把尸体放到俺的门口，嫁祸于俺。知道俺们是见钱眼开的人，把张强身上的钱都拿走了，还不敢报警，利用俺们毁尸灭迹。毁尸灭迹，尸体藏哪儿了？江东水库。具体一点。1号桥。我也没怎么准备，书都不一定会背呢。但我觉得你肯定能考好的呀。没有。哎，狗爽，你看，学校门口好像有人在看咱们。小王，江东水库1号桥。桥怎么会这样啊？建了一半，承包商互相扯皮，工人的工资也没结算清楚，2年前就停了。
怪不得抛尸在这儿呢，在这儿抛尸这么容易被发现。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没有留下丝毫的犯罪痕迹了。这又没有视频监控，为了落实证据，咱们只有对尸体进行水下打捞。这里以前是一个村子，建水库的时候，这里全被淹了，水下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我们会请专家来，对这里的水流进行测速。好，小波，咱们俩先对现在的情况拍个视频吧。好。下班了，小柔，你还不走啊？这案子我入的晚，我先了解一下。那我先回去了啊，拜拜，拜拜。哎呀，这高处加班，你也加班啊？这么巧？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工作之余，你跟高处可以把关系缓和缓和。赶紧走。好的，加班快乐。一点收获都没有。捞了1周了，没发现。难道他在说谎？再问一下赵东，没找到。你很奇怪，不应该啊。哎，是你亲自把张强的尸体扔进水库的吗？俺和傻胖把尸体从箱子里搬出来，在他身上绑了一个千斤顶，确保尸体不会浮出来。这谁想的主意啊？说是傻胖，你们也不相信。是啊。马立行那边打捞尸体的结果怎么样？胶东水库深达100米，我们现在的潜水设备不足以下沉到那个深度，已经向北江申请了技术支持了。这个案子，就算是把尸体打捞上来，恐怕也难以认定是故意杀人罪吧？确实，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只能证明赵东拿了张强的个人物品。这个案子，舆论压力是越来越大。张强的家属呢，现在意见是越来越强烈，各媒体也纷纷报道，网上严惩凶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我知道您的顾虑，我是担心啊，怕出现类似亡者归来的错案。目前来看，赵东至少有盗窃张强个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罪还是能认定的。远远不够，人们关注的是杀人的事实。明白。停，就是这个画面，你们看像什么？这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像一个倾斜的石头墩子。色泽呢？这看着像肥皂。以江东市现在的水文条件，尸体很容易皂化。皂化？你看，这很有可能是皂化了的尸体的一部分。老翟，通知一下打捞队，重点排查第27盘的这个入水点位置。好。继续放。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水库打捞的现场。在公安局专案组经历了1个多月的努力奋战后，就在这片近3个西湖大小且深100米的水库当中，成功打捞出了受害人的尸体。经历过多次的失败之后，就在水库大坝旁的一次水域，终于搜索到了受害人和当时悬挂在受害人身上的千斤顶。江东电视台记者叶子瑶将持续为您做跟踪报道。高处，尸体已经打捞上来了。
报处，现场的法医说，估计很难判定死亡原因。好的。证据固定，别再出差错。队长，田小海，左秦的外国丈夫被打的事儿查得怎么样？队长，您看啊，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当天晚上滨海公园的附近一共经过了23辆车，我们现在已经排查了18辆，还有5辆尚未联系到车主。抓紧啊！好。死因不明，2个犯罪嫌疑人，一个死了，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口供。这种证据怎么能证明就是故意杀人呢？虽然我觉得人就是赵东杀的，但这风险也太大了吧？小柔，你是怎么看的？实话实说，我也不确定。社会舆论压力太大了。当然，我知道我们不能被社会舆论压力所影响，但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纠结。如果实在感到纠结啊，去问问高处，看看他对这件事会怎么处理。高处的意见对你们俩来说仅供参考，可不是命令啊。案子怎么样了？尸体找到了，身份已经确认，就是张强，但是死因不明。赵东他不承认杀了张强，这个案子现在有点扑朔迷离了。那你们怎么打算的？是起诉还是不起诉啊？我现在有点懵。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说不要太依赖口供，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冤假错案。当时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但是现在我面临的情况是没有口供，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些证据串联起来。没错，这种命案最害怕的就是嫌疑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供述。你们真的确信赵东是凶手吗？我不确信。我就在想啊，赵东他为什么要杀张强？他杀了他，跟谁要钱去啊？可是赵东多次扬言要杀了张强呀。你们还多次扬言要请我喝咖啡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付的钱？是你们心里认为到这儿喝咖啡就一定我要付钱，对吗？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付钱呢？这挨得上吗？挨得上，挨得上。确认真相必须要秉承无罪推断的原则。那你觉得是谁杀了张强？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赵东很有嫌疑，但是我们从内心没有确信，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这样才是最坚定地遵循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也不能这么说。高处，这样吧，你就告诉我们，如果是你，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做？我会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起诉赵东，就像今天我还会说，这咖啡我来请，但是我没带钱。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起诉赵东，你知道后果吗？知道，故意杀人罪肯定定不了。明明知道结果，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首先，这个案子不存在有无罪风险，因为最起码赵东他拿了张强身上的财物，就算是盗窃，所以赵东至少不会判成无罪。我们选择加上故意杀人罪，主要原因有3点。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赵东是不是真凶，我们心里都存着这个疑问，他也许是，也许不是。法律规定，我们所有的证据都必须在法庭上出示给被告人。如果赵东确实是杀人真凶，那他会不会在法庭上因为看到我们所有的指控证据而良心发现，把真相说出来？这也未可知，一定要等到开庭的那一天才知道。第二呢，我们是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这个案件现在舆论的关注度很高，网上舆论一片声讨赵东的声音。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舍掉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那网上会一边倒的攻击我们检察院，而且这种攻击是非常不理智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见所有的证据。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起诉到法院，让法庭将这些证据公布于众。就算到最后法院判定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不成立，但至少也宣扬了一次疑罪从无的法治观念。还有第三，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案件，他如果另有其人，那这个真凶此时此刻一定密切关注着这个案件的审理。如果他发现检察院已经认定了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那这个真凶很可能到法庭来旁听这次庭审，这是犯罪人在得知自己能够逃避法律制裁后的一种获胜的心理。我们可以在开庭前通过媒体报道这个案件的一个进展情况，故意透露给对方对于起诉事实的确信，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预约旁听系统来检索每一位旁听者。凡是跟被害人张强有关系的、有交集的，那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查，说不定真凶就在里面。就这3点，所以我们认为输一场没关系。小柔啊，这可是你第一次当第一公诉人。如果最终拿了一份抹去了重要事实指控的判决书，你甘心吗？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我会甘心，只要对案子好，我无所谓。这是高健给你出的主意？这是我自己的主意。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认为，被告人赵东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东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赵东一人犯2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应当数罪并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赵东，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一致吗？一致。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以及认定的罪名，你有意见吗？有。俺承认，俺是拿了他的财物，但是俺没有杀他呀。肃静。公诉人，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没有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没有问题要对被告人发问？有。请讲。赵东，你是不是说过要杀死张强？俺是说过，那也不能证明是俺杀的呀。你和你老公吵架，你有没有说过要把他给宰了？那也不能说是你杀的吧？当天我老公有没有去找你？他打电话说找我来，可他没来。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尸体。俺承认，俺把他身上的钱和首饰拿走了，但俺没杀他。你老公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那谁把他杀了？那谁知道？既然你发现他死了，为什么不报警，还要拿走他身上的钱？他已经死了，他欠俺的钱那是铁定拿不回来了。俺从他身上把钱拿走，弥补一点损失，怎么了？是，俺从他身上拿了钱，那俺也不敢报警啊。
俺也害怕呀。辩护人，请发表你的意见。审判长、审判员，对于被害人张强的死亡，我深表遗憾。我的当事人赵东从死者身上拿走钱财的行为的确不妥，但是如果因此就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我知道了。好，你放心。韩明，啊，他怎么去看庭审了？这里面有问题啊！行了，好，我知道，放心吧。局长，查一查华正集团的老总丁红和张强3年以来所有的通信记录，还有财务往来。好，知道了。小柔，明知道会输，你怎么还那么高兴啊？这种书呢，虽败犹荣，相信高处已经有发现了。哎呀，真是不枉高处对你的一番心思啊！什么意思呀？哎，你看我这个嘴怎么就说漏了呢？明明就是想说嘛，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听小韩说，高处前几天就知道卡洛斯这件事了，之所以没有提前回来，是想给你一次出庭的机会。高叔，上面不追究了，没事了吗？还追究什么呀？还不都是被那老外给冤枉的？对，高叔，我们仨有一个请求，能不能你请马队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3个？我干嘛请马队吃饭？那是马队查出了行车记录仪啊，不然这事说不清楚了。是啊，谁说马队查着了？那不是马队吗？完了，我们还想蹭一顿呢。怎么叫完了？我请你们，想吃什么说。撸串，我要撸串。哎，你撸什么串？能不能挑点贵的吃？高处，我想吃火锅和麻辣烫。火锅麻辣烫不是一样，跟烧烤一样贵。那么多事儿。小柔，你想吃什么？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欢姐，高叔说要请我们吃饭。吃饭？哎呀，这饭局恐怕要推后了，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见。好。有任务了这是。行了，赶紧准备准备。我欠着你们。在众多旁听赵东审理案的人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人。丁红，为什么你一见到丁红就这么敏感？张强是做建筑装修工程的，丁红当初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建筑施工材料，这2个人有业务上的交叉。你是怀疑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以后呀，他们之间产生了经济纠纷，2个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循着这条线，我们让公安机关来调取了这2家企业的业务往来。果然啊，你看丁红在入主江东集团前的公司，跟张强的公司在表面上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但请注意这2家公司：兴东公司、网讯公司。这就是说，这2个单位
就是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的壳公司。没错，他们在用壳公司签合同走上了。高处，为什么要用壳公司？避税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抓到真凶，也不枉我们故意输一场。高健，抓紧时间继续跟踪。是。怎么，听个庭审也犯法吗？不犯法。我只是好奇，日理万机的丁总为什么会这么有兴趣去法庭看一场和自己没有相关的庭审？马警官，犯罪跟每个人都相关。我接受法治教育，没必要把我请过来过堂吧？没这个意思，正常的问询嘛。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华正集团和张强的公司有经济来往。怎么？检察院诉不下来赵东，你们就怀疑我吗？没人怀疑你，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一个装修公司与我们有经济来往，这太正常不过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听说你欠过张强的钱。这个我还真记不住了。那你好好想想，这对我们很重要。行，我想起来了就告诉你。没有进展？没有。丁红很狡猾，老马问了一天，什么也没问出来。案件久远，当初侦查的方向又不在丁红身上，所以现在找起证据确实很难。是，他什么都不承认，我们也拿他没办法。这个案子，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丁红的公司跟张强的公司有业务往来。丁红是供货方，但是从我们调取的一些合同等书证材料来看，张强他有一批货是退给丁红的。可他们没有退款的记录啊。对呀。于是，丁红的公司就成了债务人，这笔金额还挺大额的。应了你之前的判断了。赵东找张强要钱，张强找丁红理论，两个人发生口角，丁红杀了张强，然后又从张强的手机里看到了赵东的信息，这样就想嫁祸给赵东。这都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支持。按照现在的证据情况，连逮捕的标准都不够。不要这么沮丧，要知道，侦查是没有期限的。我们要建议公安部门继续的把这个案子查下去，直到查清楚为止。不要着急。好。这是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李立明交通肇事致死案移送到本院审查起诉。这个案子，区检察院认为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而且最后的延长期也已经快要到了。其实，本案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肇事司机是否存在杀人的故意。的确，但是整段视频存在盲区，我们看不到撞人的过程。只能看到司机下车，司机的口供里一直在强调他没有看到小女孩跑过来。而且在他压过去的那一刹那，他自己以为是在过减速带。我个人认为，单凭此次鉴定的结果，就判定嫌疑人有杀人的故意，我认为还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撞伤到撞死，往往就是肇事者一丝的恶念
和瞬间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就这样类似的交通肇事案，我办过都不止一例了。你说的也没错，单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听过这个司机报警时候的录音，那种忏悔之意跟当时紧张的程度是装不出来的。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喂，你好。朱一梦的妈妈来了，闹得很凶，请高处过去看一眼吧。好，知道了。高处，朱一梦的妈妈来了。这个案件啊，我女儿这个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公安人也抓了，几次三番的卡在你们检察院这儿啊，怎么老是要退回来补充侦查？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啊！您别激动啊，我先喝口水来。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检察院呢，有检察院的职责，也有我们的程序。什么程序？退回去补充侦查，并不是放了嫌疑人，而是要提取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让我们的指控能够经得住考验。这个肇事司机到底是不是凶手，以什么罪名来起诉他，我们正在研究决定，很快会有个结论。我女儿死了，已经死了。你们收了那个人什么好处啊？请您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这里是检察院。小荣，你告诉我，如果是你女儿发生这样的意外，你能等多久？别激动，别激动，放心，我们一定讲事实，讲证据，很快会有一个结论，好吗？你少糊弄我！你们一天不起诉，我就天天来检察院。别着急呀，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的。真是。行了，很正常，去现场再看看。你好，麻烦问一下，叫我吗？这平时停的车多吗？这儿多，一到下班的时候吧，这儿就跟停车场特别多。那这有一个减速带，怎么没了？拆了。拆了多久了？拆了有小半年了吧。谢谢啊。没事。喂，高健，好消息啊！昨天晚上小韩在走访中发现了新的证据。什么证据？一家超市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下了朱一梦车祸案发现场的全部过程。太好了，你赶紧把光盘送过来。马上就送过去。好。看，又被粘了，对吗？怎么样了？证据审查的怎么样了？视频上可以清晰可见，整个事故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梦突然闯出来，事故发生到车辆制动，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在这几秒钟内，车速很慢，但很显然，事故已经造成。第二个阶段，顿挫后继续前行，对受害者进行2次碾压，车速较快，但依然很平稳。第3个阶段，肇事司机下车查看情况。哎呀，满地都是血哦！哎呀，赶紧打幺哦，这是不是可以理解？2次碾压不是司机故意的。我仔细的审看了，司机并没有要主动造成2次碾压的动作和想法。那他有反应时间吗？反应时间很短。那如果是这种判断的话，就不能确认是故意杀人。不能，还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更合理一些。那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合不合适。说。我认为在级别和管辖的规范内，不应该由我们来起诉，应该由区院来起诉办理这个案子。但是这可能会对受害人的家属造成再次的影响，他情绪波动会很大，
而且区院也会认为我们在转移矛盾，可能反应跟效果会更不好。所以呢？所以我们能不能跟法院协调一下，还是由我们来起诉，他们来审理这个案子？毕竟社会关注度比较高，我们来起诉，中院来审理也是合理的。怎么了，高叔？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但你的想法很棒，给你鼓掌。哎，那你什么想法呀？我都给你鼓掌了，你还有必要知道我的想法吗？这什么情况？他这人怎么高兴还不让人痛快了？受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下面，我们先梳理一下不存在争议的事实。被告人李立明驾驶车牌号为江 A43532的小型汽车，在本市富民巷经过时，将被害人刮倒在地。此后，被害人又被李立明驾驶的小型汽车碾压致死。根据最新的监控视频证据显示，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只有24秒，也就是这24秒，带走了朱一梦年轻的生命，带给了他的家人无尽的悲痛。被告人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交通肇事还是故意杀人？这两个罪名在刑期上有天壤之别。究竟认定哪一个罪名，取决于那短短的24秒时间里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为此，公诉人在一遍遍梳理本案的证据后，认为被告人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理由如下：首先，富民巷路况复杂，李立明驾车经过时存在客观上的视觉盲区，并没有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其次，肇事车辆经过路段曾经有减速带，被告人依照驾驶经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一辩解具有合理性。因此，本案只能认定李立明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杀人犯，他是杀人犯。肃静，请公诉人继续发言。谢谢审判长。朱一梦值得同情，她是一个无辜的少女。我相信，这令人窒息的24秒，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如果人心是个法庭，我也相信，你们已经完成了对李立明的道德审判。但我需要请大家注意，道德评判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是法律判断。而法律要确定李立明的罪名，必须依靠事实，依靠证据，而不仅仅是道德。肇事司机可能有盲区，但法律没有盲区。再放大。这表在哪儿见过啊？好像是典力的表。
他说过，这是全球的限量版手表，全江东就一块，怎么在丁红手上？丁红带着铁力的表去见铁荣光，什么意思？赵东杀伤强和丁红有关系。铁荣光的死会不会？走，找丁红。丁红，想不到是你儿子出卖了你吧？就算是给你送终了。你们这是？公安局的，丁红在吗？在。几位先等一下，丁总在吃饭，我去请他。熬夜呀！通知局，还有当地派出所。好。丁红竟然死了，也就意味着围绕在他身上的一切问题都很难有真相。老马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丁红死亡的真正原因了。难道他不是自然死亡？丁红带着铁力的手表去见了铁荣光，赵东盗窃杀人犯的幕后元凶真相也指向了他，而且就在他儿子被审判之后，他突然就死亡了。这是巧合吗？他的死不应该被怀疑吗？铁力啊，你小子真是有口福啊！朋友刚给送过来的，大红袍。好啊，尝尝鲜。我看你最近是忙前忙后的，有什么急事吗？我能忙什么？就帮您处理了一件烦心事儿。帮我？是啊。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什么事交代过你吗？什么事儿等您开口再去做，那我还是您的好侄子铁力吗？想你所想，急你所急，这才是应该去做的。把什么事情都做在前面。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我还真交给过你什么事啊？哟，您这么一说吧，我也有点恍惚了。
您好像真的没交代我做什么事儿啊？没有，没有。铁弟，兰叔，行了，兰叔，什么也别说。总之一句话，您的麻烦解决了，我的仇报了。喝茶，喝茶。好茶，好吧。蓝和培和邱炳森这2天一直在碰头，蓝和培对目前的进展很满意。我知道了，我会一直盯着他的。不行，为什么？丁红的事情闹得这么大，警察那边已经怀疑到你了，我怕你会有危险。实在不行，我教训教训他们。你别乱来。这段时间你露面太多了，我怕你会出事。你去龙岩岛躲一阵子。好。队长，队长，队长，监控系统发现了马刀的行踪，在什么地方？在一个集装箱的民宿里边。通知大家，马上抓捕。好。同志们，准备。队长，他是这里的老板。确定这个人住在这儿吗？确定，就是他。这个人啊，平常神出鬼没的。要是你们不说，我还以为他是个艺术家呢。还有，他有洁癖，平常干什么都戴个手套，还把褥子上都贴了保鲜膜了。带我们过去。走。又让他跑了。队长，有没有通知技术科的人来？不用了，他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收队。我没事，没事就好。幸亏你通知的及时，放心吧。你先找地方躲一躲，我会跟你联系。好。
铁力，这么巧啊？跟踪我啊？跟踪你？我跟你干嘛呀？你也没犯法。一起喝一杯。铁力，工作时间不能喝酒。哎，换表了。我记得以前你带的是百达翡丽。生活所迫，把它给卖了。铁力，我得谢谢你。谢我什么呀？是你把丁天的作案证据寄到公安局的吧？你写错人了，丁天是谁我都不认识。丁红家的保姆说，曾经有人拿刀威胁过他。根据他的描述，很像你爸当年的跟班啊。我爸的跟班多了，你说的是哪一位啊？丁红死了，知道吗？我知道。怎么死的？知道？这得由你来告诉我。表面上看是胰岛素过量，可一个糖尿病病人每天都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怎么会过量呢？这个你得去问他了。金红家原来是你家，对吧？嗯。丁红死之前，家里的摄像头被破坏了。什么人这么熟悉丁红家？像熟悉自己家一样。怀疑我？你去我们家的次数也不少啊。铁力，你爸爸出事之后，我和高健都很关心你，老想找个机会一块坐坐。马立行，你这么耿直的性子，什么时候也开始学会拐弯抹角了，变得这么虚伪？那就不拐弯抹角。你们铁家倒霉的时候，蓝和培在背后捅过你们家一刀。你这次回江东，为什么反而跟他粘在一块儿？赚钱啊！你这么嫉恶如仇的人，真为了钱吗？那你告诉我，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你知道？铁力，作为朋友，我最后奉劝你一句：干什么别犯法。我不希望以后你我还有高健在法庭上见。谢谢你的关心。别忘了，我也是学过法律的。但我买过了。丁红的尸检报告出来了，酮症酸中毒。酮症酸中毒，法医怎么说？
法医的结论是，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引发了低血糖，导致的死亡。现场不是发现注射器了吗？丁红自己给自己注射，怎么还导致过量了？注射器法医检验过了，里边有胰岛素的残留成分，但也有增敏剂的残留成分。这个增敏剂才是导致丁红胰岛素过量的罪魁祸首。就是说，有人替换了药品，丁红的死是人为造成的，肯定是。虽然在现场没有发现第三者的指纹和足印，但是丁红被害前，有人冒充物业支开了丁红家的保姆，而且破坏了丁红家的摄像头。进来吧，小铁总。约我来干嘛？你有什么吩咐？丁红的死应该是铁力干的，但是我感觉他对钱荣光的死好像已经释怀了。哎，这样也好。对对对，以后更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干了。我知道，一定要小心。是。很显然，世华集团的背后还有人。很可惜，蓝和培这个人很谨慎，我还拿不到这个号码。喂，高健，我又听了一遍丁红会见铁荣光的谈话录音，想跟你唠叨唠叨。你还记得丁红家的保姆吗？知道，怎么了？问询的时候，我问过他，丁红戴的百达翡丽是哪儿买的？他说不知道，丁红从来没有这块表，是突然戴上。通过丁红和铁荣光的谈话录音，我想到很多事儿。这么说，丁红戴那块表确实是铁力的。丁红带着铁力的表去见铁荣光，谈话的内容有明显的威胁的意思。可以肯定，铁荣光的死是被丁红逼的。那丁红的死会不会是一种报复呢？有这种可能，但是不是唯一的可能。丁红死之前，他家里的监控就被破坏了，那肯定是熟悉丁红家的人提前潜入才能做到的。那如此仇恨丁红、希望丁红死的人，会是谁呢？你是怀疑铁力杀死了丁红？高健，我知道你跟铁力的交情，我也知道你不想相信他是凶手。可事实是，铁力回到江东，马刀就出现了。丁红家的保姆也描述出逼他交出血液的人的长相，就是马刀。丁天的案子有可能是铁力匿名把丁天的血衣寄给公安的。还有一点，蓝和培和丁红关系非常好，在铁荣光出事的时候，这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隔岸观火，一个是落井下石。那铁力回到江东，为什么要投靠蓝和培？马刀是铁荣光最忠心的杀手，而铁力是铁荣光唯一的儿子。那有没有可能，铁力这次回江东，就是来复仇的？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小梦，听我一句劝，赶紧离开这里，继续留下来太危险了。我还没有查到幕后这个人，不能走。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接近蓝和培身后的那个人。其实，我知道你一定想到，只是不想面对。我会找到证据。小梦，听我一句劝，赶紧离开这里，继续留下来太危险了。我还没有查到幕后这个人，不能走。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接近蓝和培身后的那个人，剩下来的事就交给我来做，好吗？听我的，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小梦，我不想再失去一个亲人。我会找到证据。好，不跟你瞎聊了啊，就这样。马队，马队，回来。马队，我们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有人拍下了铁力与丁红的死有关的证据。好，这是铁力购买胰岛素增敏剂的处方签。我去当检察院。世华非法集资，涉及金额巨大，为了避免资金外流，对投资人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现在务必把相关的所有责任人尽快的抓捕归案。据邱敏森供述，蓝和培才是世华的实际控制人，自己也被骗了，而且邱炳森还涉嫌命案，拒不承认。受害人正是蓝和培的情人孟克清，自己是被蓝和培做局陷害的。就凭邱炳森的供述，就能说明蓝和培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大姐，马队，来，小郭，看看这个。铁力在丁红家门口拍摄的，拍摄照片的日期正是丁红死亡的日期。还有这个，这是铁力在药房购买胰岛素增敏剂的医用处方，增敏剂就是直接导致丁红死亡的直接因素。这么说，是铁力涉嫌杀害了丁红。老马，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谁拍的这些照片啊？又是谁把这些寄到你们刑警队的？我正在查呢。现在最关键的是先找到铁力考码头。我们现在正式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啊，我想去。马队，哎，小韩，过来。哎，队长，铁力涉嫌谋杀丁红，他的行踪找到了吗？还没有找到，电话已经关机了，住过的酒店也已经退房了。我们已经加派警力，短时间内争取尽快可以找到铁力的行踪。两边都别耽误，一边申请批捕，一边全市搜查铁力下落。是。铁力，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被他们抓到是早晚的事儿。要不然，我们先离开江东，出去躲一躲。俗话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不走，也不能走。那你到底想怎么办？丁红出事了，出大事了。听说了。丁红这个人锋芒太露，出事那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安叔，您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不重要。铁力，你想跟兰叔合作，但要有诚意才行啊。喂，老板，出事了，出大事了！我杀人了，他掌握了我们的商业机密。老板，你快出！祸水东移，家伙就本身。喂，老板怎么说？从媒体公开的报道看，警方是获得群众的举报资料，才确认丁红的死并非意外。举报资料很详细，有照片，有买药小票。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行动可能是在有人监控的前提下完成的。不可能，我已经很谨慎了。我们被人设计了，在这个时候把丁红死引出，就是想分散公安的注意力。我猜想，幕后的老板是要行动的。举报铁力的证据好详细啊！这回算是有麻烦了。铁力跟高处关系那么好，高处这下就很难抉择了。他一定会处理好的。马队，监控在海港区拍到了马刀的活动画面，基本可以确定铁力和马刀还在江东市。我们已经大致的锁定了他们的活动区域，已经加大警力在进行排查了。马刀是危险人物，发现线索马上上报，不要擅自行动。你放心吧，队长。马队，通过对苏敏的问询，我们得知二人已经离婚。据苏敏供述，梁耀培曾介入世华集团的项目，世华总经理铁力的秘书孟可清是梁耀培的情人，孟可清的被杀，梁耀培存在嫌疑。找不到蓝和培，这案子就卡这儿了。这蓝和培跟消失了一样。有可能是凶多吉少，
也不排除蓝和培故意制造死亡假象的嫌疑。加强技术侦查手段，搜索蓝和培的行踪，扩大图像对比范围，尤其是机场、车站、码头，用省里新上线的大数据系统，对所有的意外死亡、失踪人口进行对比。殡仪馆也要去，死人也要查。对。你好，李大夫。好，我马上到。我有事出去一趟。啊，好，去。是警察。是这儿吧？是这儿。还呢？不是2点吗？在那儿。提前出海了，追！派人去那边。是。发现铁力马刀，马上去捕。是。小翟，去那边。是。小心啊，注意安全。喂，快点！来晚了，叶伦恩和铁力都出海了，我马上去追。你联系海警，在公海总结。找我的。警察，传证用了。啊。凤姐，不能再等了。铁力和叶伦恩都已经出海了，现在只有马立清一个人出海抓捕，我担心他有危险。我们可以以抓捕铁力为由，想办法把叶伦恩先留下来。好，我马上向组织汇报，通知海事部门协同咱们一同抓捕。
度再快点。速度再加快。这是他们3艘船的 GPS 定位。再过一会儿到空海，抓捕就困了。你把船开到它后面，我们从后面上去。来啦！叶老师，没想到吧？人算不如天算，不管你隐藏的有多深，我都能把你给揪出来。铁力啊，自打你返回江东那一天起，你就一步一步在实行你的复仇计划了吧？是的。你说的没错，怎么还想着要富贵一生呢？没这个机会了，把他绑起来。走。铁力，你要干什么？绑好回去，让他接受审判。你疯了吗？你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吗？从我犯法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要逃避法律的制裁。慢着，铁树要是活着，绝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正就是正，邪就是邪。他虽然是我父亲，但我也要做我自己。铁力，铁力，我宰了你了！马公安，你可不能杀了他！马立雄，你不想为你的女儿和你老婆报仇吗？不就开枪打死我！他老婆真漂亮，身材真好，皮肤也白，为他报仇！来，开枪！开枪！打死我！马立雄，接着，站住！拿刀，不要！报告局长，我们的案件船已经追上嫌疑船只，现在嫌疑船只处于被截寻状态。好，带回嫌疑船只。
高见，院党组研究决定让你出任叶龙恩一案的公诉人。怎么，有什么犹豫的？他是我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回避？正常情况下，你确实应该回避。但是啊，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因为叶龙恩一案和你正在审查的世华集团的非法集资一案有关联；二是叶龙恩他毕竟当过副市长，以他的级别呀，我们检察机关也一定要匹配相当的检察官来当公诉人。第三一点是我的私心了，你是叶龙恩的学生，你应该了解你的老师怎么出招吧？所以啊，你做叶龙恩一案的公诉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要犹豫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们检察院是检察长负责制，我是检察长，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好好去准备吧。能让我想想吗？给我几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我再回复您，行吗？